熊猫暖暖被饲养员用竹竿敲打，事后园方将涉事饲养员辞退，饲养员疑似遭网暴。官媒发文呼吁切勿用饭圈那一套追熊猫，大熊猫是国宝不是妈宝，因为敲打几下大熊猫就被辞退，到底合不合理？4月17日，熊猫暖暖下班之后还在场馆内坐着吃竹笋，饲养员就用竹竿拍打暖暖身体，催促其回家。旁边游客看到后居然哈哈大笑。哎，这样怎么打了？视频一经发出，遭到无数爱猫人士的质疑。游客的笑声配上饲养员敲打的动作，引起很多人的不适，觉得饲养员不应该如此对待国宝。随着舆论愈演愈烈，紫清湖动物园火速发表致歉信，告知网友已经将敲打大熊猫的饲养员停职，并且永不允许其再饲养熊猫，并对主管人员进行相应的惩罚，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。然而此举让许多人大跌眼镜，敲打几下大熊猫就让一个人丢了饭碗，实在有些小题大做。众所周知，成年熊猫任何人都不能近身，所以饲养员势必要利用工具提醒暖暖下班。更何况大熊猫有着皮毛外套，饲养员轻轻敲打几下对大熊猫来说其实无关痛痒，况且暖暖也并没有产生任何应激反应。对于该名饲养员适当教育是很有必要的，但直接停职辞退着实有些不讲情面。于是又有部分网友给动物园打去电话替饲养员求情。确实很多电话都是他必须要开除他。今天大部分反馈都是处罚太严重了。我们饲养员工作肯定是做好本职工作的，不会去虐待动物。如今园方已经对该名饲养员实行调岗处理，暖暖身边也换成了他刚回国时的奶妈照顾。然而随着事件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，光明日报发文呼吁追熊猫不应饭圈化，熊猫是国宝不是妈宝，公众如此敏感，只会让日后从事熊猫饲养的专业人员人人自危，唯恐一个小动作就引发众怒，遭遇网暴，长此以往并不利于熊猫宝宝们的健康成长。其实网友对暖暖被拍打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敏感，和暖暖之前在马来西亚受到的待遇有关。作为第一只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大熊猫，暖暖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住的是独栋别墅，睡的是4层木床，上下班都是被奶爸抱着去，从早到晚都没有下地的机会，因此全身上下被养得白到发光。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，园区还每天空调恒温开放，这待遇丝毫不亚于马来西亚的国宝马来貘。最离谱的是，暖暖每天吃的竹子都是奶爸剥好皮再劈成小块给暖暖吃的，以至于暖暖回国后连竹笋都不会剥，因此还被造谣是因为马来西亚养不起退回的，但实际上是租借到期暖暖才被送回。不过奶爸对暖暖的感情的确毋庸置疑，回国那天奶爸冒雨送别暖暖上车，怕孩子在路上饿着不停地往车上塞竹子。暖暖每年生日奶爸们都会发来祝福视频，即使相隔千里依旧把暖暖当成亲生孩子，因此暖暖被饲养员用竹竿敲打，才会让公众产生心理落差，认为我们的国宝回到故乡后竟然还没在国外过得好。但其实暖暖回国后也遇到了疼爱她的奶妈，会耐心的给她上课。暖暖走过来，来快，啊，哎，哥，好乖，咦，暖宝宝乖。不管怎样，饲养员轻轻敲打几下就丢了饭碗，属实让人觉得处罚过重。况且园方第一时间就做出处罚措施，也足见对暖暖的重视。只能说任何事过犹不及，对国宝过度呵护反而抑制了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。别忘了，这家伙几千年前可是蚩尤的坐骑。被雪砸中的福宝有多可爱？福宝享受冬天的秘诀又是什么呢？这天，江爷爷在外面批评乐宝把最大的竹子折断，被批评的乐宝只好乖乖下树。江爷爷却把折断的竹子拿到室内给福宝吃，还说这是爸爸送的礼物。福公主思前想后，决定尝尝爸爸送的礼物。然而试吃了几次后，小小的福宝果断放弃大大的竹子，乖乖去外场上班后，福宝趴在水沟的洞口玩得不亦乐乎，任凭爷爷怎么喊都不出来，最后把自己的脸玩得脏兮兮，气得爷爷批评他今天和爸爸一样调皮。然而福宝还是把爷爷的话当耳旁风，非要往洞里钻。爷爷没办法，只能趁福宝不再把洞口堵住。但了解自己孙女的爷爷还是担心的说道。一天的营业结束了，艾女士和乐宝都累得倒头就睡。镜头一转，却发现福宝趁着爸妈睡觉偷偷吃夜宵，惹得江爷爷万分好奇福宝未来想成为什么。看着这么努力干饭的福宝，未来难道不是想成为猪吗？江爷爷在给福宝道完晚安后就下班了。第二天，福宝上班，大地已经变成一片雪白，
第一次见到雪的福宝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自己的脚步，好奇地环顾四周后，在雪地里打起了滚。没想到这时江爷爷却煞风景地来了一句：“闻言，福宝还真在雪地里滚来滚去。然而福宝走到一棵树下时，突然站起来拉树枝，瞬间被雪炸弹砸中，把爷爷吓了一大跳。爷爷本想劝阻福宝，却玩得很开心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再次站起来跃跃欲试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福宝背着爸妈偷偷干的饭真没白吃。后肢力量很强的福猪猪站起来，差点把树枝折断，急得爷爷连中文都出来了。福宝。然而福宝还在不断尝试去拉竹子，接着在雪地里彻底玩疯了，不停的翻滚奔跑，还把饭桌打翻了。最后连饭都步步的吃，就爬上高高的树梢去玩积雪。操心的爷爷在旁边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。玩累了的福宝终于坐下来吃饭，然而消停了没一会，又跑到树下抓竹子。只见福宝一记左勾拳右勾拳，成功把竹子薅下来，吃到了新鲜的冰竹叶。此时江爷爷在旁边又忍不住夸起了孙女。要我说，爷爷你还是别太爱了，这不就说明你孙女是个十足的吃货吗？吃完福宝又在雪地上奔跑起来，还用雪给自己化了美美的妆。因为雪福宝实现了竹子自由，还喜欢坐在洞口吃，那可爱的小模样把江爷爷的心都萌化了。看着孙女玩得这么开心，童心未泯的爷爷也来到福宝刚刚玩的位置，玩起了雪炸弹。要不说你们是亲爷孙的都这么幼稚，果然福宝遇到江爷爷是命中注定的，能让萌兰这个猛男撒娇，恐怕只有动管部的木叔奶爸了吧。嘿，三胖，嘿，胖胖，大脑袋，嘿。猪，这个敢称呼我们西直门三太子是猪的人，就是动管部的木叔奶爸，也就是他能决定萌兰每天能吃到多少根竹笋。于是萌兰这个小熊精，为了每天能多加几根笋笋，整天变着花样的讨好领导。只要是木叔出场，萌兰就会屁颠屁颠的跑过去撒娇，光是听他的咩咩叫就知道他有多开心。在看到木叔的身影后，萌兰的目光就再也没有从他身上离开，就连爬个木架也要盯着木叔。每次只要木叔举着手机拍照，萌兰都会特别自觉地摆好姿势冲镜头打招呼。只要听见木叔的声音，连玩具都不要了，就会跑过来冲着木叔咩咩叫。时间长了，萌兰就成了和领导关系最好的打工熊。由于木叔的体型和萌兰很像，网友就戏称他们是跨越种族的好兄弟。但就算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，萌兰整天想着越狱，不是拆监控就是挖地道。木叔身为领导岂能惯着？第二天就拿着小本本去找萌兰算账，因为破坏园区监控，萌兰被扣了10个竹笋，这可愁坏了我们萌兰，忍不住对木叔发起抗议。然而抗议无效，木叔又给萌兰算起了挖地道的事，萌兰又被扣了10个窝窝头，还有损坏玩具摇断的树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萌兰直接失去了2个月的零食。为了挽回自己的竹笋，萌兰只能隔着玻璃撒泼打滚。但任凭萌兰在一旁怎么撒娇，木叔都很铁面无私，完全不顾兄弟情分。不过走之前，木叔还是心软，想哄哄这小兄弟，就跟萌兰玩起了拔河。谁知萌兰这个小熊精坑起兄弟来也是一把好手，木叔正跟萌兰拔得起劲，萌兰突然使坏松开绳子，让正在使劲的木叔摔了个踉跄。看到木叔被耍后，萌兰还贱兮兮的龇着大牙嘎嘎乐，仿佛在说让你扣我的竹笋。而嘚瑟过头的萌兰也成功气走了木叔，但就算被扣笋笋，还是阻挡不了我们三太子那颗向往自由的心。一顿操作猛如虎后，萌兰成功越狱，登上央视新闻，走上熊生巅峰。好在最后萌兰没能抵挡住美食的诱惑，出来放了汇丰就回去了，结果被木叔一顿教育。不仅如此，由于萌兰的拆家能力太强，不是今天把秋千弄坏了，就是明天把小车咬烂了，木叔每天都要跟在他屁股后面维修。也难怪木叔算账的时候这么铁面无私，谁让萌兰就是他每天加班的罪魁祸首呢？虽然两兄弟平时相爱相杀，但关键时刻木叔还是很疼萌兰的。每次只要萌兰表现出孤独的情绪，木叔都会隔着玻璃陪萌儿聊天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你现在不说了？啊，还有什么呀？啊，还有啊，就这点事儿？是就这点事儿不？行，知道了。下雪的时候还会陪他跑步，萌兰在里面，木叔在外面，隔着栏杆都能比个赛。萌兰饿得在门口搓盆打碟的时候，木叔也会立马给萌兰整根胡萝卜。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好兄弟。
怪不得萌兰那么黏木叔，只要是木叔出现，萌兰都会迫不及待的和木叔贴贴。不得不说，我们萌儿都可以直接开班教学，怎么和领导搞好关系了。